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感谢黑的灿9681的打赏，非常感谢。晚上好啊，我是毛一方。相信大家都有试过在梦里面梦见一个很特别的异性朋友，他在梦里面会跟你聊天，会陪你一起玩。奇怪的是，每次梦到那个特定的地方的时候啊，他一定在那边等着你。有时候你甚至觉得他就很像你的情人一样。虽然发这个梦很爽很开心，可是啊，如果有一天他在梦里面邀请你去找他，记住千万不要去。如果他伸出手要带你去，更加不可以碰。因为很多人去了这个梦里的约定后，人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故事。故事发生在2023年1月10号，有一个叫小鱼的，他在抖音上面发了一个记录自己日常生活的帖子。小鱼就讲他梦到一个很帅很靓仔的男生叫小林，小林陪他一起玩，对他很好，还讲喜欢他，最后还给了他一个地址，要小鱼去找他。奇怪的是，这个帖子爆火了，不到几天就有42万的点赞，还炸出44万条恐怖的留言。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当然是点进去看看哦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竟然是死人找替身。那么这个那么普通的帖子哪里暗藏杀机呢？我们用小鱼的视角来看看这个故事。那么我们开始咯。这一年小鱼12岁，正处于女孩情窦初开的青春期。小鱼聪明乖巧，长得小巧玲珑，可爱动人，是学校的校花之一。虽然很多人追，可是她还是听妈妈的话，先把注意力放在学习那边，爱情的事情呢，等18岁毕业后才打算。可是啊，因为一次的连环梦，把她的生活彻底改变了。每天晚上，小鱼都会梦到那个叫小林的男生。小林每天陪她玩，还常常买好吃的零食给她吃。小林对她超好的，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。小鱼当时就和家人讲起了这件事情了。最近她每天睡觉的时候哦，都会发梦。奇怪的是，每天都会发同样的梦，同样的人物，同样的地点，同样的事情，而且这个梦超真实的。妈妈当时就笑着讲：“梦而已啦，是不是偷偷的去谈恋爱啊？”那么害羞的小鱼眼见沟通不下去，当然就快跑回房间睡觉咯。第二天，小鱼又和妈妈讲起了这个重复又重复的梦，因为她这个梦既然继续了下去，而且小林还约小鱼在现实中见面。妈妈当时就没有什么在意，只是敷衍了一下小鱼。小孩子做梦嘛，就没有想太多咯，毕竟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梦，所以也没有多想。可是那天后啊，慢慢的妈妈就注意到小鱼和平常有一点不太一样。平时小鱼都是做完作业后就在那边刷手机，刷到11点过后才把手机交给妈妈才去睡觉的。可是那天过后，小鱼每天就8点半准时睡觉。妈妈就好奇问他为什么这么早睡啊？小鱼就讲：“我要去继续昨天的梦。”妈妈当时就奇怪了，于是那天大概在9点半左右，妈妈就偷偷打开小鱼的房门，偷偷的看他是不是在睡觉。这个时候，妈妈就看见小鱼闭着眼睛僵硬的躺着。诡异的是，小鱼的嘴巴还带着微笑，看起来是真的很开心，时不时还讲梦话，看起来就是真的是在做梦。慢慢的，事情变得更严重了，小鱼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平时学校假期，小鱼都会吵着妈妈带她出去玩，可是那天过后，小鱼哪里都不去。她就和妈妈讲：“我不要去了，我要继续昨天的梦。”日复一日，也不知道多少天了，每天都是睡得那么多，可是黑眼圈还是越来越深。直到2023年1月10号那一天，小鱼就在抖音上和大家分享了他日常的生活的帖子咯。昨晚梦到一个男生，长得很帅，叫小林。他说他喜欢我，他对我超好，陪我玩，给我买好吃的。但是临走时候，他抓住了我的手，要我去找他。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网友无意间去查这个地址：广州天河区燕宁路418号。结果发现这个地方竟然是殡仪馆。这个时候，小鱼的精神状态已经很不正常了，他就有一点分不清楚现实和梦境。小鱼已经不可以正常生活了，
他一闭上眼睛，总是听见小林的声音。那天在梦里面，小林还一直拉着小鱼的手，不断的重复问小鱼：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就在他梦醒的时候，小鱼的手上就多了几条奇怪的抓痕。当时小鱼还发到抖音上。过后小鱼还在抖音上面继续的问要不要去找他。这个时候小鱼妈妈就发现了小鱼抖音上的帖子，看到后吓得不知所措，就只好在网上求助咯。过不久，在一些网友的介绍下，很快的就找到了一个道士过来帮忙。过几天，道士就来到了。道士当时就简单的问了小鱼几个问题。道士问小鱼：你记不记得他的样子啊？小鱼就讲：他鼻子高高的，眼睛大大的，嘴巴下面还有一个字。道士当时的脸上一沉，就讲：他是个死人。因为现实中不认识的异性朋友，通常在梦里面是看不清脸的，看得清还看得那么仔细，那么肯定就是死人。道士接着讲，梦醒后很多细节都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的，可是小鱼在梦里面的地址精确到门牌号都记得，那么就说明小鱼已经默认是要去找他，所以他肯定盯着你不放。其实他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，就是找替死鬼。他千方百计的勾引你，让你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其实这个孩子半只脚已经踏入了鬼门关了。道士当时还在他家做法，最后还烧了一个纸人来代替小鱼。不久后，这件事情就慢慢的平息了。这件事情传了出去过后，才发现原来类似这样的事件真的是太多了。有个网友就讲，以前也有一个类似的案例，也是跟着地点去找梦中情人，结果那个人就在那里发生了车祸，就直接离开了世界。而且那个地点也就是在殡仪馆。还有一个网民就讲，在梦中的异性给了他一串数字，起来后他竟然神奇的还记得哦。当他打过去的时候，他呆住了，因为这个电话号码竟然是一个医院。还有一些人就讲自己也有过类似的梦，而且也差点没有醒过来，最后都是被自己的狗叫醒了。类似这样的事件真的是太多了，基本上去了那个地方，很大几率都是回不来的。这样的事情只是巧合，也许那些所谓的梦中情人根本就不是什么浪漫的相遇，而是被阴间的魂魄盯上了。一旦走错了那一步，那么就永远再也回不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